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时间走到2026年5月20日，北京城里可谓是好大的一出戏。人民大会堂外面红毯铺地，三军仪仗队列阵，21响，礼炮震天响。中南海那位满脸堆笑，张开双臂迎接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两位恨不得向全世界昭告他们的无上限友谊又迎来了新高峰。这个事儿想想都有趣。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大国外交盛宴，但如果你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看看红毯底下的暗流涌动，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巅峰对决，这是一场中南海官场里极其低劣的两头骗、两头爆雷的政治穿帮秀。就在普京落地北京的这24小时里，有3份黑材料几乎是同时砸在了塔尖上那位的办公桌上。俄罗斯内部的情报频道 General SVR 更是直接抖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内幕。普京这趟来落地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寒暄，而是被几个中方派去的医生强行按在那儿做了一次极其严格的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朋友们，几天前川普来北京的时候有这待遇吗？中方敢让川普先张嘴做个咽拭子再进中南海吗？绝对不敢。但轮到这位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时候，防他简直就像防瘟神一样，没带危险病毒才准许你去见皇上。这就是独裁者之间所谓的背靠背。今天咱们就把这层金碧辉煌的外交窗户纸彻底捅破，看看在普京访华的这个节骨眼上，皇上是怎么在几张桌子之间疯狂穿帮，又是怎么被自己手底下的官僚和军头们一步步逼入死胡同的。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件压不住的丑事。就在普京专机起飞前夕，英国金融时报甩出了一篇重磅报道。报道引述了多位熟悉中美元首会晤内情的人士的话说，就在上个星期，中南海那位跟川普在瀛台喝茶的时候私底下交了底。原话的大意是，其实普京现在可能已经后悔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了。这话一出来，全球舆论哗然。中共外交部那个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连连否认，急得满头大汗，说这是无中生有。但在中共官场里混过的人都知道，越是急着否认的内部消息，往往越是戳到了痛处，空穴不来风。亲自指挥的那位为什么要跟川普说这种话？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共现在的经济大出血真的扛不住了。美国的关税大棒高高举起，2级制裁的绞索越收越紧，国内的房地产、地方债、外贸出口哪一个不是暴雷的状态？塔尖上那位试图在川普面前扮演一个我也觉得普京是个麻烦的理中客，以此来换取美国在经济制裁上能网开一面，这在中共的官场文化里叫什么？这就叫当面喊大哥，背后递刀子。普京知道这件事吗？克里姆林宫的情报网不是吃素的，他太知道了。大家如果细心一点会发现，普京这次来中国之前破天荒地搞了一个视频讲话。在这个视频里，普京的身段放得极其柔软，一口一个老朋友，甚至公开向中共在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成就致敬，把两国关系捧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为什么要这么低三下四？因为他知道自己被出卖了，但他没辙。俄罗斯现在的战争机器，哪怕停1天中国的零件供应，少卖1天中国的石油，明天前线就得断顿。所以明知道在中南海瀛台被卖了，明知道落地后要面临中方医生屈辱的体检，普京也得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强颜欢笑地来北京配合演完这场戏。但这恰恰暴露了中南海那位的极端尴尬。他以为自己是国际棋局上的操盘手，在川普和普京这2张桌子之间左右逢源，结果呢，跟川普交底，川普不领情，转头就把谈话内容漏给了媒体，跟普京称兄道弟，普京心里早就种下了防备的种子。这种两面三刀的搞法不是大国外交，这是县委书记在2个包工头之间搞平衡的低级套路，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两头不讨好。说到这儿，咱们先稍微换口气，大家看着世界局势，今天你卖我，明天我卖你，中南海里这出戏演的是惊心动魄，这世道也真是够乱的。江峰一直有个观点，不管外面风雨多大，
这红墙怎么个塌法？咱们普通人最要紧的是先守住自己的身体，把精气神养足了。身体要是垮了，咱们哪有体力看他们这场大戏落幕呢？所以这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支持我们频道的合作伙伴顶尖健康品牌普瑞堂。他们的黑参讲究的就是一个固本培元，帮你在乱世纷扰中找回那份心平气和与身体的活力。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或者评论区置顶的链接去看看。现在下单别忘了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就能享受全球包邮。现在普瑞堂还有个特别活动，只要单笔购买满500美元，就免费赠送一根顶级的黑参，多买多送。大家在照顾好自己，把身体养好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一起看历史翻篇。好，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说。如果说出卖普京只是面子上的难堪，那么接下来的这第2件丑事才是真正要了亲命的实锤。就在普京到达北京的同一天，路透社放出了一颗深水炸弹。路透社拿到了几份确凿的内部文件，并得到了3家欧洲情报机构的证实。在2025年下半年，中国在石家庄的步兵学院、南京的陆军工程大学等军事院校秘密训练了大约200名俄罗斯军人。训练的内容极其具有实战针对性，包括无人机的操控、电子战设备的运用，以及工兵的排雷除暴技术。更有甚者，这些受训的俄罗斯军官军衔从下士到中校都有，很多人结业后直接被送回了乌克兰前线，参与了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实战。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肯定又是中共军工系统底下的那些利益集团瞒着中央偷偷干的，为了倒卖装备赚黑钱吗？朋友们，只要你稍微懂一点中共军队的运作体制，就知道这种想法有多幼稚。在中共这台机器里讲究的是什么？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尤其是在这几年经历了无数次大清洗、大抓捕之后，中央军委早就成了一言堂。你以为这是在街边开个补习班吗？这可是成建制的外国军队，交战国的现役军人，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正规的军事院校进行实战训练。别说是一个军事院校的院长，就是战区的司令，借他10个胆子，他敢私自拍板把俄军放进来吗？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要上面点头，更何况是这种直接卷入欧洲战争，随时可能招来欧美毁灭性制裁的重大军事行动。毫无疑问，这绝对是最高机密，是必须经过包子亲自签字画押才能落地执行的绝密指令。所以问题来了，路透社是怎么拿到这些绝密文件的？大家看路透社报道里的细节，报道里不仅提到了具体的受训地点、训练科目，甚至连受训俄罗斯军人的具体名单、军衔都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欧洲情报机构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而这些证据绝对不可能是西方间谍自己潜入南京或者石家庄的军校里偷出来的。唯一的解释，也是最符合中共官场逻辑的解释，是中共军方内部情报系统内部的高层，有人把这些由皇上亲笔签批的绝密文件故意泄露给了西方，这才是真正致命的背刺。大家想想时间点，早不爆料，晚不爆料，偏偏掐在普京专机落地北京的这一天，把这份重磅文件喂给路透社。这哪是西方媒体在找茬？这分明是中共军队内部的实力派在借西方的手给塔尖上那位递脚索。表面上，皇上在川普面前装出一副促和劝谈的无辜模样，背地里他却在军事院校里帮俄罗斯练兵。而现在军方内部的反叛力量直接把这个足以引发美国全面2级制裁的黑锅死死地扣在了他一个人的头上。这就是集权体制的终极悲哀。中南海那位以为手里握着刀把子和枪杆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撤谁就撤谁，但系统内部的官僚和军头们早就被折腾得离心离德。他们表面上高喊忠诚，背地里却用这种最阴狠的高级黑和主动泄密向西方纳投名状。这不仅是在给皇上上眼药，
更是要把它连同它的联俄抗美大旗一起推下悬崖。咱们接着看第3件让人气得发笑的丑事，同样是在普京来访的前夕，5月18日清晨，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在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一艘名叫 KSL-D1AANG 的货船。这艘船是什么来头？路透社和乌克兰方面证实得清清楚楚。这艘船虽然悬挂的是马绍尔群岛的国旗，但它是实打实的中国企业拥有的资产。更关键的是，船上的所有船员全部是中国籍公民。平时我们在国内的新闻里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别说是炸了中国的船，就是菲律宾的破船在南海呲个水枪，中共的战狼剧本都能演得震天响。外交部能连续开1个星期的记者会，痛批对方挑衅。国内的粉红网军能把人家的祖宗18代都骂翻。但这次呢，俄罗斯的无人机实打实的把中国人的货船给炸了。中共外交部是什么反应？在5月1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直接把这个问题甩到了郭家坤的脸上。这位发言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打起了一套丝滑的太极拳。他说，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船员，确认无人员伤亡。关于乌克兰危机，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出路。听听这口吻，冷血到了极点，只字不提这艘船是中国企业的财产，只字不提是俄罗斯扔的炸弹，硬是用马绍尔群岛级这个挡箭牌，把一件对本国公民财产的武装袭击事件降格成了一条与己无关的国际小新闻，连一句最起码的强烈谴责或者深表遗憾都不敢说。为什么外交部这帮官员要当缩头乌龟？是因为他们真的性格温和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在中共的官场逻辑里有一条铁律，一切必须为最高政治服务。5月19日晚上，那是王毅部长要在机场接见普京的大日子。5月20日，那是人民大会堂铺红毯喝交杯酒的大日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要是敢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把俄罗斯炸了中国船这件事闹大，谁要是敢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去骂俄罗斯，那就是在砸皇上的场子，那就是在给即将到来的中俄元首会晤添堵。在中共看来，几万吨的货船被炸了算什么？中国船员在炮火中差点丢了命又算什么？这些统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皇上的面子受损，绝不能让中俄友好的虚假繁荣出现一丝杂音。外交部这帮奴才为了维护领袖万邦来朝的幻象，硬生生把一头咬了自己人的熊描绘成了一只温顺的羊。这种极端扭曲的官场求生欲，把中共政权视人命如草芥，只对上面负责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个极度隐秘但意味深长的细节。这个细节很多朋友可能根本注意不到，但它恰恰是解开中南海内部派系撕裂的一把钥匙。就在5月19日，也就是普京专机落地北京的同一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一开始，还没等底下记者提问呢，就宣布了一条消息，应王毅邀请，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将于5月21日至2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与此同时，外交部官网的外事日程上也同步挂出了这条通稿。大家把时间轴拉出来看一看，普京是19日晚到，20日是主要活动日，20日晚就得卷铺盖走人。而摩尔多瓦的外长恰恰是在21日紧接着抵达北京，这时间掐得严丝合缝，简直是无缝衔接。摩尔多瓦是个什么国家？这是个位于东欧的边缘小国，人口不多，但地缘政治地位极其敏感。就在几天前，普京刚刚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宣布简化摩尔多瓦境内德涅斯特河沿岸，也就是德左分裂地区居民获取俄罗斯国籍的程序。这在国际政治上意味着什么？这就等于俄罗斯已经把手伸进了摩尔多瓦的裤裆里，在吞并的边缘疯狂试探。
摩尔多瓦现任政府是彻头彻尾的亲欧派，正削尖了脑袋要往欧盟里钻，对俄罗斯的这种撕裂行为恨之入骨。那么问题来了，王毅作为中共外交战线的总头目，为什么要在这个极其敏感的时间点，在普京刚从北京的红毯上走下去的第2天，就迫不及待地把普京在东欧的眼中钉仇家请到北京来喝茶？这就是中共国务院和外交系统技术官僚们的两头下注和风险对冲。王毅和底下这帮搞经贸搞外交的官僚们心里门儿清，如果任由中南海那位跟普京无底线的绑死在一起，那中国外贸这盘棋就彻底成了死局。得罪了美国不说，要是再把欧洲市场彻底得罪了，国内那几千万靠出口吃饭的劳动力怎么活？地方政府的财政债务谁来填？所以他们必须用实际行动给自己留后路。塔尖上那位与普京喝茶谈那些虚无缥缈的多极世界，王毅转身就在后院里接见被俄罗斯欺负的东欧小国，大谈中摩经贸合作、农业出口。这是在悄悄地向欧洲递头名状，向西方社会释放一个极其卑微的信号，看，我们并没有跟普京完全穿一条裤子，我们还在跟欧洲的候选国交朋友，关税和制裁的棒子求你们高抬贵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在中南海那堵高高的红墙内，从军方的暗中泄密到外交官僚的表面逢迎、暗中对冲，已经没有一个人敢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国运全都压在最高领袖的中俄轴心上了。大家都在各怀鬼胎，都在为随时可能到来的破船沉没做准备。朋友们，5月20日的北京仪式不可谓不隆重，排场不可谓不大。在正式会谈和欢迎仪式之后，双方还安排了一场极其私密的茶叙，每边只带4个人闭门密谈。但这场密谈真的还能谈出什么力挽狂澜的战略吗？普京大老远飞过来，本指望能拿到一笔救命的真金白银，结果合同全卡在价格上，不仅没捞到实质好处，落地先挨了一顿屈辱的身体检查。中南海那位本想借着普京的到访，向党内向世界证明自己依然是左右局势的大玩家，结果呢，在瀛台出卖盟友的底牌被外媒掀了，亲手签批的秘密练兵文件被军方内鬼递给了西方情报局，坐实了2级制裁的罪证，连自家货船被俄罗斯炸了，也只能按住底下人的脑袋装聋作哑。这场貌合神离的中俄元首会晤，照出了2个穷途末路的独裁者在四面漏风的破庙里抱团取暖的窘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您一定记得点击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顺手点个赞，把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